好，再来关注南海局势。19号凌晨，菲律宾2艘海警船连续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及仁爱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控措施，并罕见4连发生，公布执法现场画面。尽管中菲已就仁爱礁局势达成临时性安排，但菲方近来仍频频在南海挑事，且有意将矛盾转向仙宾礁，究竟有何目的？来看报道。19号凌晨2时55分，中国海警局发布快讯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4410、4411号海警船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邻近海域，中国海警对菲侵权船只依法依规实施管控措施。仅隔1个小时3时59分，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称，菲4410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21551艇，导致发生擦碰，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清晨6时20分，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称，菲4410号海警船在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邻近海域受阻后，不顾中方反复警告、航路管制，再次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对菲肇事船只依法依规采取管控措施。随后，中国海警局于7时31分发布2段现场执法视频，画面显示，菲海警4410号船在行驶中突然转向，切中中方海警艇正常行驶的航道，最终导致2船相撞。2段视频分别从2个角度记录下了菲海警船蓄意冲撞的全过程，菲方故意挑事的意图清晰可见。当天晚些时候，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还表示，菲4410号海警船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后又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性质十分恶劣。中国海警对菲肇事船只依法依规全程跟监，有效管控。央视在相关新闻中配发了另一段现场画面，披露更多执法细节。高精细度让菲方根本无从指鹿为马，混淆事实。从双方海警船的行驶情况来看，中方海警船位于内侧，显然是在依法阻止菲方海警船进行非法侵闯了。在双方船只横向距离很近的情况下，菲方海警船呢应该减速避让才对可是呢，菲方海警船呢却在提速，并转舵驶向中方海警船，这就是故意在冲撞吧。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海警在短短5小时内连续4次发生，较为罕见，体现出菲方此轮非法侵闯的高频度和危险性。另一方面，中方几乎是在菲方进行非法侵闯的同一时间将事件经过公之于众，也体现出中方在南海全天候执法的公开透明，有助第一时间抢占舆论主导权，避免被菲方和西方媒体大肆抹黑。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方清晰的视频证据，菲律宾方面仍贼喊捉贼，狡辩称菲方海警船当时是在前往南沙群岛北部费信岛的途中。菲方还发布了其中一艘菲海警船受损状况的局部照片。需要指出的是，费信岛也是被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岛礁之一。菲律宾在南海不仅故意进行挑衅而且呢，也借此大打舆论战、认知战。通过颠倒黑白、散布谣言、恶意炒作来进行虚假叙事，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将中方抹黑为过错方，试图引导舆论同情自己。在舆论上的快速反应，使我们掌握了舆论上的主动权，使菲律宾方面失去了歪曲事实、进行恶意炒作的空间。19日凌晨，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动再次升级，菲海警船故意冲撞中国海警，中方公布现场执法视频，真相大白于天下，也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南海问题是今天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记者们提问的热点之一。发言人毛宁向在场的国际国内记者重申，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碰撞责任完全在菲方。那我也注意到，实际上今年以来，中菲就管控南海局势已经磋商了多次，也取得了一些来之不易的成果。毛宁这次呢就特别强调，希望菲方能够信守承诺。在场的记者们也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外交部这样的回应相当克制，也蕴含了深意，不知道菲方读懂了没有？
那我还注意到，这次菲方行动选择在凌晨时分进行，月黑风高夜擅闯我国南沙群岛，这样的行为本身也显得相当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刻意逃避中方执法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但中国海警进行了专业执法，坚决维护了中方权益。在19号的例行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菲方船只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现场操作专业、克制、规范。选择在这个时候做出行动，那显然是想利用这样的这个时机点来闯关，看看能不能利用中国海警方在松懈的时候能够一举成功。就虽然菲方处心积虑选择在这样的时机点进行这样的行动，但是中国海警还是有备而防，并没有让菲律宾的图谋得成。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非法侵闯我国仁爱礁及仙滨礁海域的非海警4410号及4411号船，名为巴加凯号和恩加诺角号，是日本为非海警制造的44米级巡逻艇，也是中非南海交锋一线的常客。今年4月，非海警4410号船与3004号公务船非法侵闯我国黄岩岛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实施驱离。非海警4410号船上层建筑和导航设备受损，可以说是偷鸡不成18米。事实上，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上台以来，菲律宾方面屡次借运捕之名非法擅闯中国仁爱礁及其邻近海域，同时以非渔民捕鱼权为借口，在黄岩岛周边海域滋事挑衅，不断推高海上紧张事态。上个月，中菲双方就仁爱礁运捕任务一事达成临时安排，但外界发现菲方有将矛盾点转向仙滨礁的迹象。早在今年4月，菲方就以所谓确保中国不会在仙滨礁填海造地为借口，派遣海岸警卫队9701号巡逻舰抵达仙滨礁活动，并非法锚泊在中国仙滨礁相关海域。截至目前，已非法滞留超110天。在这期间，这艘巡逻舰已经历经多次非法运捕，并在舰上完成舰长轮换交接，中国海警军全程跟监管控。有分析指，如今菲律宾另辟战线，显示出菲方希望保持当前南海局势的热度，从而继续在国际上搞舆论战的企图。仙滨礁与仁爱礁的距离在100公里以内，是非海警非法侵闯仁爱礁的必经之路，被菲方视为搅局南海的重要军事前哨。另一方面，虽然仙滨礁的礁盘总面积仅84.2平方公里，但临近富含油气资源的里约滩，且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仅155公里，战略及经济价值极高，这也是菲方持续非法侵闯和企图滞留的主要原因。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仙滨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992年，我国曾在岛礁上建有简易的高脚屋，但在1995年被菲律宾方面破坏。自2012年以来，中国海警在仙滨礁临近海域实现常态化巡航。现在在仙滨礁这一带，菲律宾认为是有机可乘，很显然的有所规划的，特别是他最近得到了美国5亿美元的这个经济援助，所以以此来看，这菲律宾会加速在仙滨礁的经济活动，以及将来的仙滨礁进一步的进行填海推导或者建设一定的海防的设施。8月19号凌晨，菲律宾海警船连续非法冲闯我国南沙群岛、仙滨礁和仁爱礁邻近海域，并故意冲撞我海警舰艇。而上个月，中菲才就南海问题举行了双边磋商，双方同意保持对话，管控分歧。那在您看来，如今菲方为何又出尔反尔呢？我想，菲律宾马克思政府在南海问题上不断的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我想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幕后有一支域外势力的大手，一直在拱火浇油，不断的要求菲律宾及有关方面在南海问题上挑衅滋事，搅乱南海问题，让有关各方让区域局势更加紧张和不安定，
来从中谋取它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菲律宾海警船擅闯仙宾礁等相关海域，它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中方的处置呢非常的专业、迅速，及时呢阻止了菲方的这种非法擅闯行为。但是呢，这种里边也体现出菲方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小动作，不断地进行挑衅。我们之前可以看到，菲方用了所谓的民用船只，包括由一些军事人员换装换民来潜入仁爱礁，包括特种部队携枪非法进入仁爱礁相关海域，包括运用直升机来进行空中运补等等这些手段，不断地用这种小动作来进行挑衅和滋事。我想呢，这体现出菲方这种毫无政治道义，同时呢，也是为了满足背后给他撑腰打气的域外势力的需求，而不断进行这种侵权活动的险恶用心。那据您观察，这次为什么是仙宾礁呢？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仁爱礁？为什么菲律宾方面的非法冲闯均选择在深夜或者说是凌晨时分呢？如果我们打开南海的地图，我们就会发现仙宾礁和仁爱礁两者之间相对距离比较近。菲律宾用海警船非法擅闯，并且非法滞留在仙宾礁这个海域，其目的实际上是扩大它的非法侵占，企图复制仁爱礁模式，在仙宾礁进行非法的滞留，乃至于非法的坐滩。同时呢，它也通过在仙宾礁的非法滞留，给菲律宾方面向仁爱礁进行非法运补提供一个所谓的前进基地和支撑点。那么这个呢，是菲律宾方面在仙宾礁海域进行一系列动作的一种战术上的考虑。之前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呢，在后藤礁、在铁线礁、在其他的，包括在里勒滩都进行过相关的非法活动。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向附近的菲方非法占据的一些岛礁，比如中业岛等，提供这种支撑，战术上的支撑，包括一些运补上的方便等等这种考虑。所以说呢，菲方呢选择了在仙宾礁进行这样的非法活动。那至于说它为什么是在夜晚进行呢？我想菲方呢主要是考虑到它这种活动呢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光明正大的进行的。同时呢，夜晚呢，他以为中方没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在晚间呢对它进行拦截和执法。但实际上呢，这次呢他打错了算盘。实际上，中方的这种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可以完全控制、掌握菲方进行这些非法挑衅活动的动向，并且及时予以管控。那在您看来，菲方的不断挑衅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南海战略呢？我想，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呢，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中方呢，坚定地维护南海的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稳定之海、繁荣之海，这种决心、这种意志是不会改变的。近年来呢，中国海警做出了大量的努力，相关部门呢持续增强这种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在空、天、海，包括海底都增强了相关的能力。同时呢，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呢，也广泛的争取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与理解，不断地提出向南海沿岸国合作这样的合作倡议，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等等一系列的外交举措，不断地提升中国对于南海局势的管控能力。我想这个也在近些年来中国在处理相关问题的上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想呢，中非现在的这种摩擦呢，不会影响中国对于南海问题的管控的能力和坚定的决心，只会增加中方在相关领域的投入，以及接下来下一步持续增强对局势掌局控局的这种决心和意志。